一个主题里面，那这个主题就是人际关系。那这是2月最后一个礼拜六的青年主日，所以我们仍然在这个主题的里面。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怎么样不要只成为一个跟随者。Topic 在这里，有默契。这里，OK， 不只是一个跟随者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？More than just a follower。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。那当然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跟随者，我们跟随的对象就是耶稣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呼召要跟随耶稣。但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耶稣呼召我们要得人如得鱼，我们要去影响别人，我们要去使万人做主的门徒，并不是只是在跟随。那说到这个部分，我们青年牧区、学生牧区，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要有热情，要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所以在今年2015年，我觉得神在邀请我们说，真的要非常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，去发挥神给我们的影响力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年2015年我们真的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去发挥神给我们的影响力。所以我们不只想要成为世界上的一个跟随者而已。那是一个很可惜、很伤心的事情呢，就是我们常常在世界里面，就是太会跟随世界。比如说，我们常常会跟随潮流。那潮流，比如说一个马上想到的例子，之前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的就是那个冰桶倒水在身上 ，OK， 很流行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就会跟着做。还是比如说一些穿衣服上面的流行，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男生运动的时候穿内搭裤，这是现在很流行的事情。那我们常常会跟随这样子的潮流，有时候我们会跟随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朋友看什么，我们就跟着看；我们朋友说什么，还是讲话的方式，我们就会跟着这样说话。那我们的朋友穿什么，我们也跟着他们穿什么。我们有时候会跟随社会，社会告诉我们什么才叫做成功，社会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一定要读一间好的学校才会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之类的。我们常常会跟随社会告诉我们，那这些事情不一定是不好，很多这些事情可能也是 OK 的，也是好的。但是当这些事情影响我们，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发挥影响力的时候，这些事情反而会变得危险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的13跟14节，他跟我们说，我们要在世界上要做光，要做盐。那当然说有一些潮流跟随可能是没有差，但是我真的觉得说，身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更时常在定潮流，而不是在跟随潮流。所以今天我想要讲到的就是说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影响我们四周围的人，我们生命里面有办法去接触到的人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影响他？有可能是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，有可能是你的同学、你的同事，也有可能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，都有可能。要怎么样改变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想法？因为到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对人的恐惧。不想要被人家讨厌，不想要被人家看成是一个所谓的怪咖或者是奇怪的人。我们不想要冒犯别人，我们不想要别人不喜欢我们。那我们等一下会更多的讨论到这个部分。但是如果要看圣经的话，我就想到说，要讲到这个，要讲到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我就想到一个人。那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以他来做例子，来看一下他的生命，然后看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。那这个人呢，是在圣经里面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。那他
也没有很害怕跟众人不一样。但是他在圣经里面其实没有被提到非常多，但是他同时又非常的出名。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。OK， 很多人可能有听过施洗约翰。我们今天要读一点关于他的事情。所以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，可以翻开，要不然可以看荧幕。我们要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1章。马可福音第1章1到8节。可以的话，我们一起念，可以吗 ？Ready, go！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，正如以赛亚先知的书上写着：“看啊，我差派我的使者在你面前，预备你的道路。在旷野有呼喊者的声音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”照这话，施洗的约翰在旷野出现了。传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，要决定完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出来到他那里去，承认自己的罪，在约旦河里受了他洗。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蝗虫和野蜜。他传讲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大，我就是断要给他鞋带都没有资格。我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好，那么我们大家可能眼中都会有一个画面，这个人到底会长什么样子？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个图片给大家看。这个是现场拍的，他真的长这样？没有啦，怎么可能？但是这是一个 idea， 他穿得很奇怪，那这是旷野出来的，所以大概可能长这样。再给大家一个画面 ，OK？ 那甚至我觉得圣经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，虽然他住的时代是2000年前，但是你感觉得出来说，马可在写这个福音的时候，特别想要强调说，他跟一般人不太一样，他的习惯、他穿的、他吃的、他所传达的讯息，非常不一般。所以这个照片，希望大家可以给你们一个画面。等一下还有几张不一样的照片。但是有3件事情，想要从这个经文，从施洗约翰的生命，有3件事情，想要大家可以去稍微去注意到，或许我们可以从他学习的3件。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点。那从这段经文非常清楚的就是，施洗约翰很清楚的知道神要他传讲什么样子的信息，也可以说他非常清楚的知道神要他做什么，要他讲什么。如果你刚看那段经文的话，我们看得到说，其实马可在写这段福音的时候，他花比较多时间在解释他所传讲的讯息，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讲施洗约翰是哪里人啊，他的个性怎么样啊，还是他长大之前他的背景是长什么样子，还是这些什么样子的性质，什么样子的 details， 但是他所传讲的讯息是什么？因为这个可能就是他留下来的事情。OK， 如果我们看第3节跟第4节，说预备主的道路，修直他的路。那第7节到第8节，他的讯息就说，以后还有一个比我更厉害的人要来，我用水为你们洗礼。这一个人要来的人，他用圣灵为你们洗礼。那当然，他讲的这一位就是耶稣。所以约翰非常清楚他要传达的讯息是什么，非常清楚他在这世界上他需要让大家知道的事情。所以你可以说，施洗约翰非常清楚知道他要怎么样子去使用他的影响力，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就是要做这件事情。所以当施洗约翰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当他在讲到他一个非常清楚的讯息的时候，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被影响。
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给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是一个例子，圣经里面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所以我们就会想说，那我们自己有没有非常清楚，我们生命需要去传达的信息是什么？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个 message， 有没有一个讯息是神要透过你的生命去传达给别人的？那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，我们有没有在寻求？有没有在跟神祷告说，主，你要我去传达什么样子的信息给别人？你要我的生命发出什么样子的声音？你要我怎么样去使用我的影响力？因为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，如果我们想要当一个影响力的人，我们要非常清楚知道我们想要看到什么样子的效果，我们想要怎么样子去改变别人，我们想要怎么样子去影响别人。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想要看到的，那应该也不会，我们应该很难去完成什么。所以，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我们的生命真的有比别人的好很多吗？我们真的有没有办法让别人看见一个更好的生命？所以，我们必须非常清楚说，我们所相信的，我们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必须要相信，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讯息到底是什么。因为我们唯一可以去传达这个讯息的方式，就是活出，然后坚持，不要妥协在那些我们相信的事情上。那当然说，你的生命的讯息跟你所相信的价值观一定会一致。那你的价值观跟你的生活方式一定也会一致。但是常常我们就卡在这边，我们可能有一套我们的原则，我们有一套我们的信仰。那我们的信仰生出来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。但常常我们就卡在说，我们相信的价值观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常常不太对劲，常常没有非常的一致。所以，比如说我身为一个年轻人，那我相信我们这边有一群年轻人，他们相信神呼召他们在学生期间不要交往。那在教会里面这句话我也讲得出来，可是突然有一天，有一个女生或一个男生喜欢上我的时候，我突然就开始怀疑，我是否真的有没有相信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带着一个价值观，有没有真正的活出来？我们生命的讯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没有一致？因为直接的讲，要是我们的观念、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一致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有什么影响力。因为人在看一个人，如果只能说一套，但是没有办法做出来的人，没有办法去影响到很多人。所以从施洗约翰的生命，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，他的讯息跟他的生命是非常一致的。那我们身为基督徒，觉得在耶稣的圣经里面的教导也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必须要一致，我们所相信的跟我们活出来的应该是一样的东西。那当我们的讯息跟生活方式不一致的时候，我们的影响力就这样子，就是没有了，就是没有办法发挥出影响力。施洗约翰有一个很有趣的一点，他的生命是非常的 focused。如果你读过圣经，你稍微研究他的话，刚刚里面有讲到说，他出生之前，在以赛亚书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发过预言说，有一个人会来，然后他会准备主的道路。所以施洗约翰他的生命跟他的事工是非常 big deal， 是非常重要的。他出生之前就有一个天使向他爸爸显现说，哦，你的儿子一定出生，他一定是非常重要，然后又会非常的，他的事工会走在这个弥赛亚的前面，去准备主的道路。这个人非常的重要，但是很有趣的一点是，当施洗约翰出来开始讲道的时候，他从旷野里面出来开始讲道，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，可能差不多不到1年，
那他开始讲到之前他的生命的这一整个阶段，你就可以想象说，其实神在预备他，在装备他，就为了他生命的重点的这1年的时间，要去预备主的道路，修直他的路，去传讲神让他去传讲的信息。那如果我问你们，你们身为在活水教会里面的年轻基督徒，你们觉得神在装备你们、预备你们去做什么事情？有没有可能神把你放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，就是要你去讲出一个非常关键的讯息？所以我再一次这个第一个重点会问大家说，你们有没有知道说你们的生命要去发出的信息到底是什么？或者是你们觉得神把你放在这个世界上是要去完成什么样子的任务？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的目的。那施洗约翰他基本上他的生命就是 focus 预备这1年的时间。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怎么看我们的生命？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，有一个人说，我们在我们影响力的巅峰，我们最有影响力的时刻大概是40岁左右，有可能年纪再大一点。那如果神要使用我们的影响力的话，有一个老师有跟我讲说，那在到你影响力巅峰的这段时间之前，全部都是练习，全部都是装备。所以现在神在装备你，在操练你，为了一件非常big、非常大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被装备好，有一天你就会来到那个时刻，然后你就不知道你要干嘛。所以我们必须要 focus 在这段时间，因为这段时间，就是大家在装备我们大家，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生命要发出什么样子的声音，什么样子的讯息。有一个作家，美国的作家叫 Mark Twain， 很有名。他讲了一个蛮有趣的一句话，他说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2天是最重要的。第一天是他出生的那一天，然后第2天就是他发现他为什么出生。所以出生的那一天，然后第2个就是发现你生命目的的那一天。这2天最重要。可能这边每一个人第一天已经 cover 了，第2天可能我们还在等，所以我们要祷告。如果你不知道你生命的目的的话，我们要去寻求，我们要去问神说：主啊，我的目的，生命的目的是什么？有时候身为学生，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很无聊，每天就是上课，然后期待周末，就这样而已吗？但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生命无聊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生命缺少了一点目的。所以清楚知道生命的信息是什么。好，那第2点，施洗约翰生命教导我们第2点就是，施洗约翰不怕与众人不同，他没有怕跟大家different。那其实可能可以这样讲比较好，就是施洗约翰没有很怕在众人的眼中成为一个怪咖。因为刚刚有看到照片，我们有稍微看到他的形容，他真的非常的奇怪。我们看一下第6节，第6节马可有稍微形容一下施洗约翰，他本人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什么？蝗虫还有野蜜。这意思就是说，那时候的人，一般人不是吃这种东西。到现在应该也是有听过人家吃蝗虫。他可能是吃生的，我猜，不知道。然后他喝野蜜 ，OK， 那他的穿着跟他的饮食都有点不太一样。还有一个照片可以给你看，是比较近的照片。可是我们有一点看不到他在吃什么，所以因为看不到他吃什么，我又特别选另外一张照片给你们，就是下一张。对，超好。这不是我自己画的，但至少你可以看得到虫，可以想象一下，约翰就是很喜欢吃虫的人。OK， 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施洗约翰的家庭背景其实不错，
他的爸爸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的爸爸是祭司。那在那个时代，在那个时候，祭司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行业。祭司就是那时候在犹太教里面、宗教里面的领袖。所以你可以想象说，约翰他的爸爸是祭司，很有可能他可以在最大的城市，在耶路撒冷，他爸一定可以靠关系让他去读最好的学校。他一定有机会自己也可以当祭司，他以后也是一定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宗教的领袖，他一定是可以走一个非常不错，可能在那个社会当中看起来很不错的一个路线，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生命。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说，约翰长大了以后，跟他爸爸真的是落差非常的大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猜测。圣经没有讲到说他小时候长大的过程，也没有讲到说他从旷野出来那段时间到底都在干嘛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蛮确定的讲说，约翰为了去走在神给他的呼召里面，做了很多的牺牲，生活方式的牺牲 ，OK， 舒适上面的牺牲。他爸爸是祭司，他怎么会在旷野里面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是很愿意做牺牲的。要宣讲，要去传讲神的道，其实真的要做一些牺牲。那么，我觉得为什么马可要特别强调说他的饮食不一样？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觉得马可就是要讲说这个人真的很怪，施洗约翰真的是一个怪咖，但是他同时又非常很有影响力啊。所以我会想说，如果在现代，就说在台湾现在的社会里面，一个施洗约翰大概会长什么样子？可能因为我们大家在现在社会里面，除非你是那一种 fashion 上面走在最前面的那一种人，基本上我们大家穿着都想要跟其他人差不多类似一样，是不是？我们大家都想要穿的跟大家其他一样，这样我们才不会看起来很奇怪。但是一个现代的施洗约翰会长什么样子？或许我们可以自己想象，但是我觉得绝对不会是那种从台南市出来的施洗开安，他穿 Uniqlo， 然后鞋子是 Converse， 然后他吃麦当劳、肯德基，但这个就是非常一般的样子，所以可以想象一个现在的施洗约翰可能会比这个再怪一点，再怪一点，再怪一点，没有非常特别。但是如果我跟你们讲说，你们要很有影响力的话，并不用穿得非常的时尚流行，也不用穿得非常的酷。那如果我告诉你们说，你们要有影响力，你们不用一直试着去融入人群。因为我觉得施洗约翰他的生命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，你的影响力真的不在于说你穿什么跟你吃什么，那反而我们一直想要去融入人群，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影响力。你越想要融入，你越没有影响力。我觉得这是真的。如果我们去想的话，施洗约翰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子，他可以穿得很奇怪，可以吃得很奇怪。但是他非常有影响力，很有趣的，你可以看到说他在旷野里面讲到，为什么有人会从很远的地方来听？他没有到大城市，没有到耶路撒冷，他没有到圣殿，没有到教堂里面去讲道，他在旷野里面讲到，竟然有人会跑很远的地方来听他。虽然他穿得很奇怪，或许人家就是要去看这个怪咖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他们都听到了他的讯息，所以约翰的生命真的证明了这件事情。你的外表跟你的影响力其实没有什么关系。那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日子，神真的要兴起一群年轻人，他们会成为这个世代所谓的先锋者，走在前面。他们会因为主的缘故会不一样，
甚至到他们穿的衣服，甚至到他们的饮食都会不一样。那在世界的眼光呢，这群年轻人会是怪咖，他们会非常的奇怪，但是同时人家又会被他们吸引，因为他们生命的信息，还有因为他们身上会有圣灵的能力。所以就像施洗约翰在那个时候，他在传达神给他的信息，他在预备主的路，他在准备主耶稣第一次再来。这群年轻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会被兴起，他们要准备耶稣的第二次再来。那我相信在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些年轻人身上带着这样子的呼召，神呼召你们要不一样。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办法，但有一些人生命中有一个施洗约翰的呼召在你们身上。约翰他没有害怕人家怎么想他，尤其是他的穿着，像他的饮食也是一样。所以我们一样，我们也不用去害怕人家怎么想我们不用害怕去冒犯到别人，我们的信仰会去冒犯到别人。我们不用害怕说人家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会去不喜欢我们，还是不接受我们。因为当我们起来开始讲、开始出声的时候，当我们没有那种恐惧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开始有影响力的时候。而且我觉得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，这个世界就是不是教会，全世界好像都有一个看见，就是说，你跟别人不一样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但是整个世界又好像是要融入，所以要是你真的有种出来跟人家不一样，你有那个勇气，可以去做别人还不敢做的事情，去说别人不敢说的话，其实世界会觉得说，哇，你很棒，你很有勇气。但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被呼召要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当我们面对的时候，当我们有机会这样子做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害怕，所以我们就会萎缩。所以有一些人，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我们有一些人在学校里面很 popular， 人缘很好，也有很多朋友，甚至是有一点名气，还是怎么样。那有一些人普通。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，那如果我们身为基督徒，那我们在学校的人缘又好，那如果我们真的有相信我们的生命很好，然后有别人没有的东西，为什么别人对我们的信仰一点兴趣都没有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因为我们有时候真的会怕，当人家问到的时候，我们会怕。但是我们在学校这么多年，怎么会有人对我们的信仰一点兴趣都没有？当一个年轻人真正开始活出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就是真的有胆量开始把信仰活出来，就是有那个胆量开始不一样的时候，平常有2件事情会发生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人家会被你吸引。因为大家都会被一个不一样的人感到好奇，大家都会觉得说，哇，这个人不一样，这个人好快乐，他的生命中有喜乐，可以人家会被你吸引。另外一件事情也会发生的，就是会有人批评你，人家会反对你的想法，人家会反对你的核心价值，会有人不认同你的生活方式。甚至会有人嘲笑你。那我自己本身也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。当我在当兵的时候，我就是整个被丢到军中，然后从教会的环境差非常非常的多。那我发现，当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的时候，其实大部分的回应就是会以嘲笑的方式，或者是开玩笑的方式去跟我讲到信仰。那甚至我常常在吃饭的时候，在谢饭祷告的时候，大家都会笑，他们可能会模仿我，还是会讲一些开玩笑的话，但是我就没有很在意，
但是虽然这样子很奇怪的，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好像耶稣，因为有一些朋友，我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，但其实还好。有一些朋友就开始私下来找我，就说：“我会所听到你是基督徒，我听到说你有在去教会。其实我想要知道多一点的事情，可能是我在站哨的时候，可能是要睡觉的时候，就好像是约翰福音的第3章有一个尼哥底母，他都是半夜偷偷的来找耶稣，就是有一些军中的朋友会在没有人的时候偷偷的来找我说：其实我很想要知道更多关于信仰的事情。但是如果我没有告诉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，或者是我没有活出这样子的生命的话，我是觉得说，第一也不会有人嘲笑我，应该是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但是第二也不会有人来找我问我这样子的事情，这个传福音的门也不会被打开。所以当我们开始活出，当我们把说我们是基督徒的这件事情就正大光明的放出来的时候，这2件事情就会发生。会有人批评你，可能会取笑你，但是同时也有人会被你吸引。那身为一个基督徒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临的挑战。耶稣也面临过这个，耶稣吸引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，但同时批评他的人，批评到最后想要把他杀掉。施洗约翰也是一样，在旷野里面讲到，吸引非常非常多的人来听他的讯息，但是批评他的人也是很多，导致他最后也自己的生命也失去了。所以，我们不能有对人的恐惧，说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我们不能害怕跟人家不一样，因为我们的身份就是不一样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还有作者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有一点改变了我看这件事情的角度。那他讲的这句话就是说，我们身为基督徒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神圣的权利，为了不要让神失望，可以去让人失望。我再说一次，神给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一个神圣的权利，为了不要让神失望，我们可以让人失望。所以，当我们的信仰冒犯到人的时候，神说：“这是我给你的权利。”因为到最后，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最在意的是人怎么看我们的。所以，当你在学校，还是在工作的场所，还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当你突然要面临说，完了，价值观的冲突，还是我要不要说话，我要不要站出来，我要不要讲我的良心知道我应该要说的话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神说，我给你这个权利。虽然你知道你讲出这样的话，活出这样的生命的时候，可能会让一些人失望，可能会冒犯到有一些人，可能会影响到人家怎么看你。但是神说你不会让我失望，我给你这样子的权利。所以神给你一张权利，就好像是给你一张卡，说你可以为着神的缘故去跟人家不一样，你也不用去在乎人家怎么想。所以不要害怕去使用神给你们的权利，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只有你们有。第3点，约翰很主动的去影响别人。为什么要讲到这一点？约翰非常主动的在做这件事情，很主动的在影响别人。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因为说很直接的，被动的人没有办法去影响别人。你很被动的话，你就是被别人牵着走。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4节，我们看一下约翰在做什么样子的事情。施洗约翰在旷野出现了，传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那他在旷野里面在为人家洗礼，他在传讲他的道。你可以想象，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，在做这件事情。那可能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，他只有1年的时间可以做，但是我觉得他非常的积极。
还有一张照片要给你们看。给大家一个画面，施洗约翰可以在河边，那刚好可以讲一讲完就可以把一群人拿去为他们洗礼。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积极主动的这件事情，我们必须要想说要有一点 plan， 我们要有一点计划，说对，我要去影响别人。我们常常会觉得说，哦，顺其自然。当我们的心态是顺其自然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顺其自然的被别人影响，被别人牵着。像我刚刚说的，一个被动的人没有办法去影响别人。所以，如果你本身个性本来就有一点被动的话，那我们就必须要小心。那可能你会想说，但是真的，我的生命当中真的没有什么人可以影响，尤其是你现在可能年纪小，可能你才国中而已。你想说，但是我真的想不到什么人是我可以去影响，但是不能这样子想。神不会把你放在这个世界上，放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放在你的学校里面，不会把你放在这个朋友圈里面，然后不给你任何的影响力，一定有。神也不会特别拣选你，然后让你可以得救，只为了让你可以每一个礼拜来这边聚会，然后交一些基督徒的朋友。基督徒的信仰、基督徒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单纯。神要给我们任务，他要我们去影响别人，他要你的生命可以非常积极的去接触到更多的人，让他们也可以认识耶稣。有一个人，他也讲了有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有道理。这个人叫 Andy Stanley， 他讲一句话，他就说：你在国度里面最大的贡献，可能并不是一件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，而是你兴起了谁。再说一次，你在国度里面最大的贡献，也许不是你做的事，而是你兴起的一个人。所以我们可以想看看，或许你就有一天觉得说，你想要跟某一个同学传福音，然后这个同学就听了你的见证，跟你来教会，然后慢慢的他相信了耶稣，他这个学生真的很有热情，这个学生也开始传福音，但很多人信主。他就觉得说，以后他长大要服侍神，他当了牧师，然后就兴起了一间好几千人的教会。你知道，要是你有参与在带他信主的过程当中，你有参与在他影响他的过程当中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你在天上的奖赏都有份。所以我们教会非常强调、非常在乎门训的这件事情。我自己觉得说，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最好的一个投资，就是投资在人的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投资在人的身上，是你进到天堂的时候，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奖赏。当你去影响人的时候，当你带人家去认识耶稣的时候，这些都是你以后在永恒里面会看到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投资在人的身上。耶稣在世界上，他非常专心的投资在人的身上，他非常专心投资在他12门徒的身上。所以我们教会会一直强调门训。那我觉得或许这房间里面我们有一些人，真的时间到了，真的要开始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。我们应该要把我们埋在土里面的这些才干挖出来，开始投资在人的生命里面。是要鼓励大家，真的我们要投资在人的身上，我们要去影响，我们要去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。因为当我们被动的时候，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所以我们也要清楚的看到说，当我们去影响别人，我们想要看到什么。比如说，好，有一个同学，可能大家有很多同学或同事，说我有一个同学，他对教会有一点好奇，然后他也跟我蛮好的，他会听我的话。我要怎么样去影响他？我的目标就是，我想要让他有机会可以来参加教会的主日。
我想要有机会去跟他分享我的见证，导致让神在他内心里面可以讲动一个对神的渴慕，想要更多认识神，或者想要认识神到底是不是真的为神。我觉得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人可能都有1、2个这种人在他们生命当中。我们很喜欢跟朋友讨论很多各式各样的事情。身为学生，我们很喜欢跟我们朋友讨论所谓很酷的事情，或者是我们很有兴趣的事情。那我们常常可以花2、3天讨论一个洋装是什么颜色，但是在这2、3天的对话里面，可能耶稣根本就不会出现，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。爱耶稣、追求耶稣是全世界最酷的东西，但是如果人没有在你生命里面看到这个事实的话，他们也不会知道。所以我觉得施洗约翰他的生命，其实透过这3件事情，其实告诉我们很多，也挑战我们很多。那可能不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像约翰这样子，穿得非常的 over， 穿得这么夸张，还是你的饮食一定要刻意的吃很奇怪的东西，要跟别人不一样。但是我觉得，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要带着像施洗约翰这样子的胆量，说，我真的要去发挥我的影响力，我真的不怕跟别人不一样，因为我们的身份本来就跟别人不一样。那我们可以不用再隐藏。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我的祷告就是说，神的话语、施洗约翰生命的见证，可以刺激到我们每一个人，在我们生命中可以带出一些改变。那这个改变可能不只是在教会里面的事情，但是这个改变会让我们在家里面、在学校、在我们工作的场所，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，给我们更多的勇气，可以活出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，而不只是一个跟随者，不只是在跟随这个世界跟我们的朋友。Amen。也要请大家一起从位置上站起来。